连日来，美国和伊朗围绕伊核协议展开的博弈引发广泛关注。已退群的美国和反对制裁不断减少履约的伊朗各自表态称，已经做好同对方谈判的准备。双方频频喊话，看似诚意十足，但实际情况却是没有人愿意先迈出和谈的第一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上周六紧急展开对伊朗为期2天的访问，期间会见了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和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双方达成一项最长达3个月的临时技术协议。在此期间，国际原子能机构将继续其必要的核查和监督活动。格罗西返回维也纳后对记者说，他与伊朗方面取得了一个可接受的合理结果，可以暂时挽救当前的局面，以便其他层面的政治磋商能够加以开展。双方还同意持续对星期天所达成的技术谅解进行审议，意味着可以根据需要对协议进行延长或终止，但他希望届时可以达成一个更全面的协议。这个临时协议非常关键，那么现在这个达成临时协议了，就为谈判争取了一个很宝贵的时间窗口。伊朗原子能组织官方网站发布的双方联合声明中说，根据这份临时技术协议，伊朗将保存一些核设施的视频监控资料。如果3个月内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将把这些监控资料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如果制裁届时没有解除，伊朗将销毁这些资料。3个月其实应该是伊朗的一个谈判的策略，就是说如果在3个月之内能有进展，那么很容易这个协议可以再延长时间。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伊朗6月份要举行选举，就在选举越来越近的时候，达成协议的困难就越来越大了。因为伊朗国内选举的时候，保守派跟那个温和派之间的分歧，让那个伊朗很难形成统一的政策。2018年5月，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即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作为回应，2019年5月以来，伊朗逐步终止执行伊核协议的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的措施是可逆转的。伊朗议会去年12月通过反制裁战略法，根据该法，如果伊核协议相关方在规定时间内仍不履行协议义务，伊朗将从今年2月下旬起终止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日前，伊朗告知国际原子能机构，自本月23号，也就是当地时间周2起，伊朗将不再允许该机构核查人员无限制进入伊朗核设施。如果伊朗的这个威胁落实了的话，这是最近几年来伊朗破坏核协议最严重的行为。因为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不能到伊朗境内了，那么你就不知道伊朗在从事什么活动，是不是在从事有关核武器的活动。外交部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汪文斌对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朗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达成双方满意的可行技术方案表示欢迎和赞赏，并希望双方切实落实上述共识，同时呼吁有关各方都能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始终认为，美方重返全面协议是化解伊核僵局的唯一正确途径。各方应加强紧迫感，共同致力于落实去年12月伊核外长会达成的共识，推动全面协议早日重返正轨。同时，我们敦促有关各方都能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的行动，为外交努力留出空间。与此同时，美方近期的一些举措被外界视为美国向伊朗释放的积极信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瑞斯上周4发表声明说，美国将接受欧盟高级代表的邀请，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德国、伊朗等伊核协议参与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核问题。美国官员随后说，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理查德·米尔斯已致信联合国安理会，宣布撤回特朗普政府去年单方面宣称联合国对伊制裁已经恢复的有关信件。另外，美方已通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其成员在美国国内的旅行限制将回到特朗普政府宣布有关禁令之前的状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双方同意继续在伊朗开展必要的核查和监督工作，为期3个月。那您觉得此举对伊核谈判以及美伊关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此举对于伊核谈判以及美伊关系来说是一个戏剧性的进展。大家知道，就在前2天，伊朗方面还在信誓旦旦地宣称，如果美国政府希望重返伊核谈判，必须首先无条件、有效地解除特朗普政府施加给伊朗的所有制裁，
否则一切免谈。而美国方面则表示，只有一方首先重新遵守伊核协议，美方才可能解除制裁。外界曾经就此认为，这意味着跟仇核谈判一样，伊核谈判也将陷入到究竟是要先解除制裁，还是要先契合的死结当中。尤其是从2月23号，也就是从明天起，就是伊朗单方面宣布的停止执行核不扩散条约的附加议定书的最后期限。然而，就在大家都以为伊核谈判将会陷入绝境的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却突然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双方同意继续在伊朗开展必要的核查和监督工作。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伊朗在以实际行动回应美国有关伊朗必须重新遵守伊核协议的呼吁，是伊朗对美国做出的重大妥协与让步。除此之外，伊朗方面还开始跟美国就被伊朗扣押的数十名美国人质而开展谈判，这显然也是在给拜登政府下台阶，为美伊谈判创造一个良好的外围环境。而几乎是与此同时，美国也对伊朗释出了善意，拜登总统亲自表示，愿意与伊朗以及其他伊朗核协议签署方坐下来谈判。同时，除了口头上的善意之外，美国还以实际行动向伊朗送出了2个大礼包，一个是宣布撤回特朗普政府去年单方面宣称联合国对伊制裁已经恢复的有关信件；二是美方还通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将取消特朗普执政时期针对伊朗人的禁牧令。这也就意味着伊核协议以及美伊关系前景，在特朗普下台、拜登上台之后，突然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那么在您看来，美国与伊朗为什么这么快就愿意在重启伊核谈判与重新恢复美伊关系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呢？我认为伊朗之所以愿意在七核谈判上做出让步，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制裁，尤其是石油禁运，的确给伊朗的经济带来了重大的冲击，而且更为关键性的是，几年前伊核协议的突然夭折，并不是伊朗方面有意而为之的结果，更不是伊朗所愿意看到的，而是特朗普政府公然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所导致的。那么拜登政府为什么又愿意在国内疫情与经济问题焦头烂额的情况下，愿意优先解决伊核问题呢？我认为原因就在于当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的背信弃义行为，的确是非常的鲁莽，犯下了重怒，不仅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在国际上的声誉，而且极大地损害了美国与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盟友的关系。因为英法德三国都是为伊核协议的谈成尽了力与背了书的。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愿意做出让步，重启伊核谈判，不仅仅是在向国际社会宣布自己将会对特朗普的鲁莽外交政策来一个大切割，而且也是在以实际行动取信于盟友，企图重新修复与欧洲盟友的关系。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